教大家一个能在关键时刻保命的技巧。如果在被歹徒追击时，你面前有这样一个推拉式的抽屉，那么便可以拉开第二层，采用蹲姿藏在抽屉中，化身怪物。毕竟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大活人能躲进这么小的抽屉里。本次案件便展示出了这个技巧的实用性。2小时前，柯南的丈母娘飞英里在律所被人袭击，在英里用一记5郎牌火箭摔解决掉歹徒大胖后，其身后的同伙细狗直接用电击将英里放倒，随后便将其装进行李箱带走，不美当场失业。画面一转，两人驱车来到一座废弃的大楼，然而在大胖将行李箱抱出来时，却发现箱子竟一直在滴血。此时大胖以为英里死了，慌忙打开箱子，嘿，来了，小杀了！此刻大胖被放倒在地，原来滴出的血其实只是刚刚英里放进口袋的番茄汁而已。此时英里发现出口都被锁了起来，于是便准备藏进大楼。当其走进一间房间时，突然发现有一个3层抽屉柜，于是英里便将第2层拉开，躲进了抽屉里，并用刚才从大胖身上抢来的手机给小兰发消息。此时小兰以为是恶作剧，便将英里拉进了群里。随后2位真假非英里便在群里吵了起来。所以你们为什么不私聊啊？从消息中，柯南判断出常用逗号的才是老妈，因为这是律师的一个小习惯。而柯南也劝小兰继续在群里聊天，等歹徒自己露出马脚。与此同时，大胖与细狗来到了英里藏身的房间，在一番翻找后，大胖缓缓拉开了抽屉。律师这个行业究竟有多危险？只因女人曾在法庭上拷打了几名犯人，几人出狱后竟要将其扒光衣服，用相机记录美好生活并发到网上。此时非律师藏身的抽屉正被大胖一层一层拉开，下一秒非律师的头便露在了外面。何やってんだバカ！そんなところに隠れられるわけねえだろ！ここにはいねえみてえだから次行くぞ。好家伙，你俩明天必须给我去酒厂上班，代号都给你们起好了，就叫扳倒驴和牛栏山。此时，柯南为了确定丈母娘位置，命令其在整点钟声敲响时用指甲敲击电话，这就叫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在一番操作后，柯南发现敲击声比钟声慢了3秒，瞬间柯南根据声音传播的速度，判断出了丈母娘是被困在了距离这里1公里的地方，而且刚刚绑匪曾自曝绑架地看不到东京塔，于是几人连忙赶往东京塔附近。まるで新一みたい。そういえば前にも何度かこんなことも。在几人赶到后，下一秒柯南直接一发皮球爆射而出，踢在了寺庙的钟上。1秒过后，电话那头便传来了敲击声，于是柯南直接判断出丈母娘就在这2次定位范围的交界处，但现在还无法确定究竟是在哪个交汇点。与此同时，绑匪中唯一带脑子的老大在盘问了2位大聪明后，察觉出了不对劲，于是第6个大脑瓜子再次上楼检查，果然抽屉里还有英里的余温啊！英里，由于英里手中的电话被老大黑入，就算是发私信，短信内容也会被几人看到。于是英里决定孤注一掷，向柯南发送了一条晦涩难懂的暗号。料理の話なんかしてる場合じゃねえだろ。カニは生茹でだけど、今夜は明るいから。歹徒想要扒光柯南丈母娘的衣服，并用相机拍下发到网上。这种想跟自己老婆冒冒汗的举动，瞬间激怒了毛利大叔。这也是唯一一次大叔没用过肩摔，直接用了柔道中的杀人技3角绞杀。就在刚刚，飞鹰里利用暗号向柯南传递了自己的位置信息，然而暗号内容却让众人陷入了沉思。什么螃蟹熟没熟，外面很亮，2条剑鱼很好吃，根本就看不懂啊！突然，柯南发现今晚正是满月，外面很亮可能指的就是这个。瞬间，柯南脑袋轰的炸开。柯南懂了，原来螃蟹还没熟的意思是绑架地点可以看到一个平时很红，但现在却有一半是黑色的建筑。这个建筑正是众人身后的东京塔，毕竟上面的灯被秦九拿机关枪一顿扫，到现在还没修好。而说到2条剑鱼，那么便可以联想到宫本武藏，与之同名的便是铃木六舅家的铁塔。所以说丈母娘必定在可以看到这2座塔重合的位置。下一秒，众人赶到了绑架地点，此时英里也从窗户探头向众人招手，但突然绑匪老大出现在了英里身后，并掏出电击枪准备将其放倒。就在要被电倒的瞬间，大叔一把抓住了绑匪。バカ。エリの裸を見ていいのはこの世で唯一俺だけだ。下一秒，大叔直接用出柔道杀人技大外一语3角绞杀，瞬间绑匪便断了气。下一集毛利小五郎柔道杀人事件。原来大叔之所以能瞬间赶到，是因为救妻心切，竟直接无视了恐高，顺着墙上的管道便爬到了4楼。与此同时，小兰直接踹开了楼下的卷帘门，起身飞踢放倒了牛栏山，随后一个鞭腿干倒了扳倒驴。大丈夫よ。心配なのはこの2人の方なんですけど。此时，由于柯南今晚一系列的高端操作，小兰开始拷打柯南究竟是什么人。下一秒，柯南直接使用了老传统异能，对，没错，就是电子宠物工藤新一暗中指导我的。而小兰也真是信了他的鬼话，竟直接打消了疑虑。最后，大叔与英里也是直接牵手，在撒了一波狗粮后，一家人开开心心去了电影院。いや
よかったな。彼氏役のヘボ探偵も悪いやつじゃなかったし。意義あり意義あり意義ありの大安売り。あれじゃあ痛いところをつっつかれてると思われて。お前だって似たようなもんだろうが。もしかしてお前をモデルにしたんじゃねえのか？